就是你说要把我调训成一个乖乖女。也是你说我是一个坏到骨子里的烂女人，是吗？带上来。这是我第4任丈夫，你看他强吗？我叫吴彦祖，穿越到了五湖16国最荒诞、最黑暗的地方，为了活命，我入赘给了旧时王谢堂前燕的谢家令母，而这个女人就是一个癫子。大年初开始娶男人，半年时间就娶了4个，而这4个男人无一例外，全都为她先奸后杀，而我是她的渡人。这一切还要从昨晚我刚穿越过来时说起。等等，各位观众老爷，退后，我要开始认怂了。爹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你别脱裤子呀你！儿啊，你也长大了，也该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了。哎呀，你呢？真得俊俏啊！为父再教你一点圆润通透之术，你这辈子不就有了吗？穿越的风竟然吹到了东京，这个世界太得了啊！爹，我不喜欢男人，我喜欢男人，我喜欢美女。为父也喜欢女人呐，这叫两全其美，此生无憾呐。不行，老子绝不可能走那条路。爹，你心情好，你放过我吧你！什么叫为父跟你过不去？咱们家是靠赌场发家，仇人遍天下，爹都快坚持不住了。前几日啊，你被人追杀，差点没了。你又没什么本事，你不找个牛逼点的男人嫁了，谁来保护你啊？这是爹的一片苦心呐。不对，那整个健康城就只有王老爷子有本事吗？其他人呢，就没有既年轻又漂亮，既漂亮又年轻的贵族女子吗？有这样的女人，爹还想要，会轮到你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有一个。嫁！只要是女的，我就嫁，长得丑也行。不是，丑倒不丑，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健康城第一美女。只是她恶名远扬，为父还是有些许的担心。先答应，敷衍过去再说。什么恶名远扬？那是对我未婚妻、对我女神的污蔑，赤裸裸的污蔑。你真要嫁给谢秋桐？谢秋桐啊！竟然是她，传说中东晋第一女魔头，出了名的癫子。看来你还是喜欢王老爷子那样式儿的。不是，绝对不是。爹啊，你不知道，其实你儿子我就喜欢坏女人，越变态我越喜欢。请一定要把我嫁给谢秋桐，我唐宇非谢秋桐不嫁。好，够变态！为父这就去谢家给你求亲。可是谢秋桐不一定要娶你，我要给他来一点激将法才可以。鸡，你爱咋激就咋激，只要他愿意娶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老爷，没事吧？我现在一看到男人我就想吐。干嘛呢？离我那么远干嘛？是一个做下人的样子吗？老爷，你这样，你呢叫上赌场的兄弟们到谢家的门口去大声的宣传，就说我儿要入赘给谢秋桐，并且还要把谢秋桐培养成一个乖乖女，而且一定要找人
大声的唱出来：“母狗乖，母狗叫。”唐雨听了，哈哈笑，一笑一笑，睡了觉。唐德山，这他娘就是你的激将法！你要害死我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儿子，屁股都保住了，其他还算事儿吗？大不了就是遭一点点小罪。你管这叫一丢丢的小罪？唐雨，想听一下你口中的乖乖女、烂女人是如何叫的吗？哇！不愧是健康城第一美女，简直像仙子一样。算了，事到如今，抱怨再多都没用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不错，就是我说的。哼，不愧是健康第一美女。你要是长得丑，老子还不屑调教了。好，声音洪亮，气宇轩昂，一枝红杏好出墙，不愧是我的好大儿啊！好大的胆子，骗你留下，把唐雨给我绑起来，带走。唐德山，你带！想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，想要谢秋桐不杀我，我就得展现出自己的价值。不对呀，这原主的记忆跟我所学的历史完全对不上号。这司马老贼成了晋朝的开国皇帝，足足活了101岁，八王之乱早了10年，永康嘉定又早了7年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他妈不是地狱开局吗？老婆，你是来圆房的吗？圆房也不用带这么多人，人家害羞。你过来，靠近点。哎，谢秋桐，你需要我，很需要的那种需要。我需要你什么？你是谢家第6女，但你是庶出，你的母亲是小妾，而且已经病死10年了。按理说你身份地位早就该被赶出谢府，另立门户，但你却没有，甚至你还有自己的庭院。你臭名昭著，对谢家的风评极为不利，但你却得到了包容，这说明你有外人所不知道的价值，让谢家老爷足够包容你的价值。游戏，继续说。你不是癫子，而是聪明人。可聪明人为什么要一直污名化自己？为什么要一直娶男人？这其中一定有原因，大概率是跟婚姻有关。毕竟你那么漂亮，那么漂亮，对吧？你能想到这个，那玩意儿就可以留着了。你们可以出去了。是。你家被仇人追杀，想要靠我庇佑你，但我可不是那么好利用的。你方才那些话可以让你活命，但还不足以让你避祸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抗拒的东西一定跟婚姻有关。你一直娶男人杀男人，那是因为他们的来路太复杂，你不得不对他们动手。你需要的是一个挡箭牌，而不是别有用心之人，而我就是那个人。你庇护我，我做你的挡箭牌，我们双赢。哎，3天前你被人追杀，几乎殒命。你爹找到我，希望我庇护你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看明白了我很多事情，但你未必看得明白。所以我给他开的条件是，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把你送过来。如果你能经得受考验，那说明你或许是个合格的挡箭牌。我会放了你。我是爱护你们，
是老爹的安排，父爱如山。但是你骗得我好苦啊！那我弱弱的问一句，我要是没通过考验呢？我会阉了你，你就只能去伺候王家老爷了。那我现在算是通过考验了吧？那我现在就是你男人了。你还真想搞大我的肚子？你知道搞大之后会有多少人要杀了你吗？我才不怕呢，老子强的可怕。是吗，强哥？好汉饶命！你挺有胆色的嘛，连谢秋桐那种癫婆你都敢睡啊？不是你，好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花容月貌的花姑娘！请问花姑娘姓甚名谁呀？我是喜儿，魔教的杀手哟。杀手！我是喜儿，魔教的杀手。杀手！快把藏宝图交出来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能饶你，还能让你亲一口。藏宝图？儿啊，最近这仇家派来的杀手太多了，爹快撑不住了。我快撑不住了。那你再撑一会儿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但是爹已经把消息给传出去了，说咱们家有宝藏，这样杀手即使得逞了，也不会马上杀了咱爷俩，咱们还有挣扎的余地呀。这什么点子啊，老爹！有他在，能有好日子过？这仇家杀手都还没躲过呢，又把魔教杀手给招来了。其实吧，我有藏宝图，不过藏宝图一直在我爹手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杀了你也没什么损失了？他目标好明确，完全骗不到。看来只能用那招儿。其实我早就仰慕贵教，贵教很久了。我志愿加入贵教，为贵教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这人呐，当真是有趣。我的确有藏宝图，可我现在交给你，岂不是任人宰割了？不给也是任人宰割，不是吗？来，你杀了我，让我给藏宝图一起埋在底下。来，杀！公子，公子，何必那么凶嘛？凡事都好商量的嘛。商量？好啊。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，到处都是仇家，遍地都是杀手。想要藏宝图，好，你得先保护我的安全。我保护你？我是来杀你的，我怎么保护你？我给你宝藏，你护我安全，公平。这魔女不好惹，但我老婆谢秋桐也是个癫子。目前的情况，最好是让他们两个相互牵制，形成风险对冲，这样才有活命的机会。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期限呢？半年吧，你保护我半年，我就把藏宝图给你。半年？你休想！那你们找宝藏多久了？16年。哎呀，这16年都等了，那为什么连最后的半年都等不了了？哎呀！公子，那你最好不要骗我，不然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他答应了，这一关过了，还有了美女杀手兼保镖，果然天无绝人之路。那么既然我现在安全了，是不是可以？刚刚你说什么来着？只要我给你藏宝图，
你就怎么着？饶你一命？不是这句，下一句。还让你亲我一个？还让你亲我一个？喂，这可是老娘的初吻！这么敏感，我信了。不过，这也是我的初吻，我们两个都不亏呀。放你娘的五花玲珑露圈屁！老娘早就把你调查的清清楚楚了。你12岁就开始逛青楼了。12岁那次是我陪我爹去的，他让我帮他打掩护。不然你想，12岁，我有那个能力吗？抱歉，我一看到如此貌美如花的可人，我就激动了。夏小姑娘，坐啊，坐。嘿嘿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处境都不好，我们呢需要合作。不合作，我只要藏宝图。我师父都找了他10多年了。是啊，可是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半年，这半年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？这魔教也需要发展呢。这样，你呢帮我在谢家获得资源，我呢用谢家的资源帮你发展魔教，这也是双赢的。我为什么要加个也？是该做点什么，和你合作倒还可以。不过你现在自身难保，怎么获取谢家资源？况且我也没什么能帮你的，我也就是功夫不错。功夫？哪方面的功夫？哎，你有没有那种功力大涨的功夫？你可以教给我呀，我学会了之后，这样谢家的资源就归我了，我呢也可以用它来帮你发展魔教哦。之前你说仰慕魔教，我还真不信，不过现在我倒是有点信了。可这谢秋桐可不是那么好碰的，这不了解他的人呢，以为他只不过是个癫子，可这真正了解他的人，我知道，他就是太聪明。不，这谢秋桐他比癫子还癫1000倍、10000倍、无数倍。你以为他说话冷静，他做事有目的性，其实那都是他在伪装正常人，他真正不过就是一个女魔头。一个魔教的都说她是女魔头，那我岂不是更危险了？所以务必请你救我一些对付。那我岂不是更危险了？所以务必请你救我一些对付。好啊，我教你功夫，不过呢，你要先帮我找到藏宝图，我就把我的功夫都教给你。魔女真是一点亏都舍不得吃啊！累了，晚安。我也累了。好啊，我家的床那么大，我一个人睡也有点怕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不会动你。你睡地上，我睡床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是我家床。少跟我讲道理。想上床是吧？打赢我再说喽。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？床有什么好睡的？那地板多凉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这个魔女要秀阳气啊你！我找藏宝图而已，没找到。那是你找到了另外的宝藏。算个屁的珍宝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那是金箍棒啊！再说我就把你给阉了。说，藏宝图到底在哪？藏宝图藏起来了，被我藏在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所以，你要是再那样对我，我可就默认你是看上我的宝藏啊！那我就是瞎了眼。瞎了眼，也不富贵。谁呀？姑爷，早饭到了。等会儿，这为什么关键时刻总能出现意外呢？
姑爷，小姐说了，等姑爷吃完早饭之后，就去池塘边见她。两妹妹真可爱，哎，让哥哥给你检查检查身体。姑爷真坏，等姑爷吃完了再检查你弟，不吃啊？这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这谢家不愧是名门望族，这伙食放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顶配了。关键是还有小秘密送餐到房，真香啊！吃吧吃吧，等把这个毒附子一起吃下去，这几个时辰之内啊，必定丢命。等把这个毒附子一起吃下去，这几个时辰之内啊，必定丢命。这里面有毒？这天底下就没几个人比老娘更懂毒了。昨晚不都已经通过考验了吗？谢秋桐，还是婆娘。谢殿，谢殿怎么歪了？不是，刚才给我送餐的那个是你吗？他就是这样，比癫子还低。不是，咱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正常人？你来了。不对，喜儿呢？怎么谢秋桐一出来，他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？这就是叛徒该有的下场。要解解恨吗？我来，我不好这个。就是不知道我身边还有没有叛徒。我不是，我发誓，我对你绝无二心，我对你心服口服，服从到底。好，那下次有叛徒，我就让你来上。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想必经历早餐下毒的事情，你已经清楚了。我时刻都在被监视着，而你出现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有人想要杀你了。你最好警惕一些，这种事情还会发生。我没有时间时刻照顾你的安全。不是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儿比外边还不安全啊？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，想要活下去，就得自己想办法。你现在很弱，你可以利用藏宝图的消息多拖那个魔女一段时间，她本事很大，保护你还是很轻松的。魔女？她说喜儿怎么藏宝图的事她也知道，喜儿她也知道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被她魅惑，美貌只是她的伪装，狠毒才是她的本色。你最好清醒一点，不要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她的朋友，她可是个疯子。如果你处理不了的话，可以找我来请教，毕竟你本来就想让我们两个互相牵制，不是吗？我去，他虽然是个癫子，但正常的时候怎么这么聪明？那个喜儿，那个魔女，她有什么弱点？亲情。她父母死得早，唯一的弟弟更是凄惨。如果你能让她把你当成亲人，那恭喜你，你安全了。如果你处理的不好，她就算不要藏宝图，也会杀了你。她可是个疯子，疯起来。不是，他们怎么都说对方是疯子？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今天晚上有晚宴，你要参加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的岳父大人什么都知道，他也想见见你选的这个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的丈夫。第一句话对了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但是第二句话，你可不是我真正的丈夫。
那你为什么还答应我爹，然后把我绑过来啊？那是我跟你爹的交易。那你知道你爹为什么要把你送到谢家来吗？我爹那个人，我还不了解吗？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。他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想给自己找个保护伞，顺便少交点保护费，然后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。没想到你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和位置，不错，我现在对你有那么一点兴趣了。兴趣啊？哪种兴趣？是那种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那种兴趣。收集你那肮脏的脑子。如果你能顺利通过这次家宴，那我可能对你的兴趣还能再多那么几分。放心，你到时候指哪儿，我打哪儿。孙如，打孙如，我父亲的正妻，也是你的岳母，今年41岁，风韵犹存，独守空房的时间至少也得有8年了。8年，如狼似虎。如果你能得到他的青睐，你我的路都会走得轻松一些。你确定你要让我当草贼？你没听错，你今晚的任务就是拿下你的岳母。也不是不行，那我要是真拿下了，你是不是得管我叫爸爸？好啊，但死人应该就没有机会听到了。开玩笑，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嘛。今晚是家宴，没有外人，但觊觎我的人应该会派人针对你，想方设法让你难堪。你要想办法自保。不是，话说觊觎你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办了。司马肃，当朝太子，未来的皇帝。你当我没说。不是，对方来头这么大，我听说皇帝陛下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那就是说用不了多久，这司马肃就会当皇帝。难怪他会在这谢府搅荡风云，连你爹都不说什么。即便他是太子，目前我也有转圜的余地。当今陛下希望司马肃娶王家的女儿，我爹也倾向于拒绝，因为他不希望谢氏一门深陷皇权之中。了解了解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得到岳父岳母的认可，你获得的空间就会更大。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。这谢家就是谢家啊，奢侈腐败。别忘了，你今晚的任务是认识你的岳母。明白，我今晚的任务就是当你父亲，叫爸爸。女儿携夫拜见父亲。小婿唐宇拜见岳父，拜见岳母。这就是我岳母啊，果然是风韵犹存。府里住的还习惯吧？啊，挺习惯的，吃的也挺好。干嘛？我说错话了？你的遭遇我听说了，这也怪我治家不严呐。挺严的呀，秋桐对我也很好。起来吧，儿子。你故意的？什么故意的？在我父亲面前别这么桀骜，他不吃这一套。你的行动方向错了，蠢货。娘子啊，这个水果味道好极了，你尝一口。啊。
等我回去，我再收拾你。厅堂之中，长辈面前一点不注意礼仪形象，你们唐家的家教就是这样的吗？你们唐家的家教就是这样的吗？他穿的那么烈，这是哪根葱啊？他是族内唐伯谢瑜，儒学大师，父亲对他很是敬重，你别乱来。你放心，我有数。哼，我父亲读书少，的确没教过我什么大道理。但是我认为，一个人无论身份高贵与低贱，都应该爱护自己的妻子。怎么，你一个大世家，你的礼仪形象就可以不用爱护自己妻子了吗？这小子不会是在含沙射影我吧？这孩子真聪明，反驳虽不合理，但却合乎人情，敢这么大声反驳长辈，真是勇敢啊！更关键的是，这身材还高大强壮。问长，目无长辈，大放厥词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个区区的赘婿。无论我是什么位置，我都不会忘记关爱我的妻子。再让这小子说下去，我旁边独守空房8年的女人又要闹了。够了，唐瑜毕竟不是世家出身，今天第一次家宴，也就不要难为他了。多谢岳父大人体谅，是唐瑜唐突了，可唐瑜的每句话都是肺腑之言。你到底喜欢我们家秋桐什么呢？我喜欢秋桐的容貌，秋桐的智慧，还有他那颗善良的心。这是什么地狱笑话？善良的心？众所周知，他天天在自家院子里杀人。那你觉得我家秋桐喜欢你什么？岳母大人问得好，我认为秋桐是欣赏我的才华、我的担当，以及我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才华、担当，你一个赌场头目的儿子，12岁就逛青楼的痞子，配吗？拿你的出身做文章，错得太过了。他应该被司马素收买了，不必留情面。明白。担当？何为担当？就以岳父大人为例吧，他在复杂的官场之上拼搏，如履薄冰，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，如坐针毡。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谢家全族的兴旺。苦自己咽了，福全族享了，这就叫做担当。不像某些人以大儒自诩，以长辈自居，恶意打压家族新人，丝毫不顾及晚辈的尊严，不把家族的颜面和团结放在眼里，对得起家族的家主吗？对得起孜孜上进的晚辈吗？这就叫做没有担当。我这黄钟大吕之音，岂是尔等小小想学？你在隐喻我？我需要隐喻吗？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还需要我再指一遍吗？无知小人，你好了好了啊！哎，堂兄，何必跟个晚辈一般计较？好爽呀，听的。刚刚表现得不错，以你的方式赢得了关注，父亲对你的话应该很满意，但注意不要太过激，反而会显得油腻不讨喜。嘿嘿，得意你。如果你能在等会儿的清谈环节继续赢得喝彩，进一步提高在我父母心中的地位，我就与你同房。朕
真的。我就与你同房。真的。甚至这可是你说的，一言为定。老子的春天来了！家主，我今天请了几位学生一起参与清谈，也算是添几分乐趣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们入座吧。都进来吧。谢少主。好事。针对你来的，毕竟你说自己很有才华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据我所知，你只会写青楼花魁的名字。我会的可多了，很多很多。那不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我赌了。一言为定。今日是家族聚会，我们就不谈国事和政务了，我们聊一聊修身齐家之道如何？这个主题很好，堂兄有心了。那你们就自由发挥吧。啊！晚生张介，斗胆一说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曾子言：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好，他们这是要把关于修身齐家的见解全部说完，然后再给你说话的机会。到时候，就算你博览群书，也找不到任何见解了。没想到这个绿毛龟还挺阴险，也不知道司马素给了他什么好处，非得帮着外人对付自己家里人。首先，你不算自家人，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。其次，我和司马素成了好事，他自然就是皇亲国戚，对于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荣耀和尊贵。最后，趋炎附势，产于强者，这本就不需要理由和好处，这就是人性的低贱。有道理。哦，家主觉得这几位学生如何？很有学识，都是人才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他们可都是日夜苦读，才有了今日之才华，不像有些人呐，明明从小就打架斗殴，欺压善良，青楼寻欢，还说自己有什么才华。秋桐啊，我一直以为是你的眼光高，看来这次是眼光太低了。他这话不是说给我听的，而是说给父亲听的。父亲不想做外戚，是因为外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世家的发展。司马素这是在通过谢瑜表达对我谢家的不满，这也意味着你过不了这一关，父亲就没有理由留你。我说过，你的行事风格是一把双刃剑。现在张狂的代价来了。张狂？没有啊，这才哪到哪儿。接下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张狂，什么叫狂，什么叫浪。你的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。岳父大人，小婿有话要说。你确定？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那根葱欺负我也就算了，但是他竟然欺负我老婆，真男人忍不了。这孩子不在乎自己，却在乎秋桐的委屈，真是难得。关于修身齐家的言论几乎都说完了，难道唐虞有开创性的见解？好，老夫倒是要看看你这黄毛小儿能讲出什么至理名言来。谢瑜，
你听好了，我太无了。他怎么能如此大胆？你不过就是一个绿了吧唧、埋了八胎的绿毛龟，有什么资格敢说我老婆？你说你是读书人，你读了一辈子书，为天下做过什么？为百姓做过什么？你自诩大儒，寸功未立，只会在这里埋汰自家晚辈，你要点脸吗？为什么感觉唐虞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？你什么你？我什么我？话都说不清楚的厚手匹夫，家都不认的苍然老狗，你也配谈修身齐家这几个大字？我从未见过你这样厚颜无耻之人！回答我！你住口！你个庶子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我吃了疯狗子儿！对不起，骂急眼了。竟敢辱骂长辈！来人，绑起来！慢着，老爷，这孩子分明是为了秋桐着想，虽然行为是过激了一点，但心是好心呀。唐宇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来呀，把他押到藏书楼去，好好读书，反思半年。母亲是在救他。带走。等等！岳母大人，岳父大人，小婿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怎么责罚都不为过。但是他不是想听小婿说一说关于修身齐家的吗？我就说给他听。你还要放肆吗？唐宇，可以了。让他说。老夫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，他要是不说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赶紧说吧，再敢胡说八道，立刻打断你的腿！你放心，我赶紧说，不耽误他咽气。恕我直言，你们说的都是废话，全是废话，明白吗？这修身齐家之始要，在于格物致知，就是要找到其中的理。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，道家管它称之为道。这人聚集起来了，便形成了理，这理便是约束人，使人向善。他还真能说出点东西。而格物致知就是寻找万事万物的理，达到返璞归真之境，达到了人，人就成了圣。说的很有道理。岳父大人，这弓弩为何能够成为杀人的武器呀？以木为弓，以金为弦，弓和弦的弹力转换为了推力，箭就被射了出去。也就具备了洞穿事物的能力。我说的对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好，参透了这个理，我们就可以把弓箭做大，再将其固定，可以配上一根巨箭，其威力便可成倍增加。而这也是床弩的来历。那我们顺着这个理继续往下发展，我们可以多搭几张弓，把它固定在同一个地方，甚至以矛为剑，其力可破城门矣。那谁能拉得开这么大的弓？问得好。若是人拉不动，配之以绞盘，用牛马之力便可为之。因此，只要掌握了这个理，便是掌握了规律，便可无所不能。因此，内圣而外王。尔等听明白了吗？听不明白也不要紧，好好学，好好悟。好一个内圣而外王！妈的，跟我谈儒学，
老子直接把程朱理学拿出来压死你！看岳父大人的神情，这把应该是稳了。理不理学的不重要，谢吉可能不在意，但那一套三公闯弩的知识，他不可能不感兴趣。说这个呀，就是专门说给他听的。别看他是吏部尚书，但他是参军起家的，谢家的根基在军方。岳父大人，小婿知错了，您尽管责罚。刚才夫人已经下令了，你们难道没有听到吗？把唐瑜给我关到藏书楼去，闭门思过。哦，对了，衣食照旧，不可怠慢。你们等什么？快点！哎，对了，别忘了我们的赌约啊！好女婿，等着我吧。就这吧，凑合能入。姑爷，咱们就在门外，有事儿直接吩咐就成。下去吧，没我的命令不准进来啊！是。哎呀，骂的老子口干舌燥啊！不就是骂了几句绿毛龟吗？能跟改进闯弩相比吗？什么藏书阁闭门思过，我看呀，就是想让我避避风头。目前情况 OK， 尚有操作空间，身边还有谢秋桐这样的美人，还有孙如那样的好妇人。不对，我怎么开始幻想起岳母了？也不知道我那颗心意，他收到了没有？参见夫人。华夏家山林与人佛与魔，你与我。血色肉色天姿国色，你与心热，我与烧作一盆锅，一团火。流连芳泽，魂梦似魔，真情假意求不得，看不破。长身薄弱，贪欢片刻，谁知小心。好贤婿，岳母来了。夜多酒店只为看飞机花开落，梦幻泡影入天生寄予我。贤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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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贤婿！好孩子，你别怕，你别担心，不就是出言不逊吗？不就是辱骂长辈吗？传不出去的，你岳父已经在处理了。今夜的事，外人不会知道。不为圣朝以孝治天下，谢吉能为我封锁消息，消除影响，说明已经初步认可我了。我在谢家算是站稳第一步了。小婿不怕，小婿问心无愧。无论那个绿毛鬼怎么说我，都可以，都行，我不会怪他。可恨在他说秋桐，我不能眼睁睁着看着秋桐被他辱骂，那还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这些年为了家族，我受的委屈还少吗？他谢吉要笼络士族，娶人家的女儿当小妾，美其名曰为了家族发展，却没想过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外边的人还以为我多风光呢，还不是一个人心。好贤婿，难为你有这样的担当。虽然你出身寒门，但你心地善良，又会关心身边的人。就你这份品格，若有谁敢拿道德来攻击你，你岳母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岳母大人，您人真好，是我不对，我给您啊添麻烦了。都是自家人，什么添不添麻烦的？你在这儿好好住着，我已经跟秋桐说了，让他帮你收拾衣物，等风声去了，你就搬出来。每日准时准点呢，后厨会给你送吃的来。若还有什么欠缺的，你就尽管跟下边的人说，岳母都帮你打点好了。果然，富婆就是会体贴人呢。多谢岳母大人，难怪这谢府上上下下
都那么尊敬您，您真会关心人，不仅体贴周到，还年轻漂亮。我都已经是半老徐娘了，还漂亮个什么呀？什么半老徐娘？您呀，看着也就26、27岁，那跟秋桐站在一起，您就是她姐姐。哎呀，瞎说！你看我这眼睛上都有皱纹了。瞎说，那哪是皱纹啊，那是智慧与美貌的代表。你现在也算是谢家人了，我作为岳母，不能什么都不表示。来，这块玉佩你且收着。这不合适吧？这不合适吧？这是岳母对你的心意，你就好好收着吧。既然是岳母的心意，那我肯定收着呀。这玉佩上面还有香味，这味道好像是少女的芬芳，很让人心安。我真的还如少女那般吗？不可胡言。我没有胡言。这味道想起了我的母亲，我脑海中还有对她的最后印象。对呀，哎呀，我真是糊涂了。这孩子娘亲去得早，从小孤苦无依的，他分明是在想念亲人了，我还曲解他。他一个18岁的孩子，哪里会有那么多坏心思？一个岳母，半个娘，你就别再为过去的事伤感了。你放开我！你抱得太硬了。你还是要讲点礼数，若这般下去，日后迟早要出乱子的。在岳母面前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好了，你就在这儿好好住着吧，我拿几本佛经就回去了。莫非他喜佛？岳母，这藏书阁有佛经吗？在哪儿啊？我也想看看。有啊，你也喜佛吗？是啊，我从小就喜欢佛学。这读佛经啊，能提升一个人的涵养，使这个人变得清雅脱俗，就像您一样。正是如此。为此啊，我还专门总结过，为了保持内心的清雅脱俗，人啊要像菩提树一样。这是什么说法？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须服侍，莫使惹尘埃。这佛由心生，一切从内心出发。好，精辟呀！若不是对佛经有非凡的领悟，哪里能得出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一切从内心出发，这般的心得呀！岳母大人也钻研佛学吗？谈不上什么钻研，只是颇感兴趣吧。那您可得经常来看我，我们好一起礼佛呀。好啊，我去拿本佛经就回去了。母亲在这儿待多久了？滋味如何呀？什么滋味？是方才我踩到了衣角，不小心要滑倒，是唐雨扶住了我。母亲，他是不是很强壮啊？胡闹！你这性子也该改改了。平日里胡闹些也就罢了，此等事怎能开玩笑呀？
谢秋桐，你以后能不能别随便就扒我衣服？其实我骨子里是个很内向的人。重病还需猛药医。我是个癫子，我这么做，他不过会认为我是发癫了而已。但如果换一个人这么做，他恐怕早让那人身首异处。有道理。但咱说，咱还是收敛点。她可是名义上的母亲啊。我不在意，但如果他能给我们带来好处，那随你。我看你乐在其中，不是吗？康刚不都快亲上了？可不敢胡说啊！不是你说的让我接近他，对咱俩有好处吗？没错，他不仅在谢家掌控财权，他娘家还是名门望族。如果你能让他站到我们这边，那之后的事就好办多了。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，你是不是还欠我点事儿？愿赌服输，我亲了。不是，这就结束了啊？我还没尝出来什么味儿呢。你是超级快女吗？你之前不是答应我还要跟我同房，还要圈起来吧？放心，我自然不会食言。但这是藏书阁，府上的人都盯着呢。等你出了藏书阁，我自然会跟你同房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明天我会让谢瑜来看你。如果你能让他原谅你，并且支持你，我可以再让你亲一个。不是，大姐，那老绿毛龟现在杀我的心都有，还让他支持我？除非你家中。如果你能争取到的，我如你所愿。买定离手，老婆，我有。谢秋桐，有意思，聪明冷静，做事还豁得出去。就是这次，等下次我非得给他来个法式热吻。放大牌！想要生活过得去，总得来点洪家烈。这洪家烈赛狗屁，才有戏，这才符合我的气质。今晚终于能睡床了。这熟悉的感觉。老规矩，你睡地板，我睡床。我睡你，能睡。你怎么无孔不入的呀？啊，搞得我像无缝衔接似的。你以为我想见你啊？要不是老娘，你今晚早……我今晚威风凛凛，威震八方，打得谢瑜那个老王八的脸，我啪啪啪啪！你以为你今晚很厉害啊？要不是老娘，你早就死透了。今天晚宴的座位次序啊，那都是固定好了的。你的那份餐食里早就被人下了毒了。要不是老娘给你换掉了，你早就毒发身亡了。那藏书阁楼下的侍卫，你以为他们都是干净的？有没有可能是老娘提前去帮你把那些刺客全都给料理掉了呢？妈的，这个世界太险恶了，根本就不像小说里那种穿越者，吟诗作对就能收获一堆迷妹，挥金如土就能睡到花魁。看来你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。这世家大族的竞争，内部外部的权力纠葛，其实你想的那么简单的。那么大一个家族，怎么可能人人都一条心？这谢瑜的路已经到了尽头，他没有机会再往上爬了。你说他能不想当外戚吗？而且谢秋桐和谢吉也都有谋算。
那你说说，这谢秋桐为什么要亲你啊？我知道他是想利用我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。你呀，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这司马素心系于谢秋桐，而你夹在他们2个人之间，到最后左右都是死路一条。这司马素呢，终究是要做皇上的人，到时候他得到谢秋桐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而这谢秋桐最大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摆脱司马素的桎梏。那你说他会怎么做呢？杀皇帝！你应该明白了吧？这谢秋桐早就已经想好要杀未来的皇帝了。实际上那个吻只是一把温柔刀，刀割人性命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只有我对你是真的好，婉言我保护了你，还给了你我的初吻。你把藏宝图给我，我带你去见我师父，让他保护你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性命无忧。你也不用人，你在意的不是我，你只是在意藏宝图而已。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，没有什么真心，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。利益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。看来你还不算蠢。我只是刚来到这儿，还不太适应。如果现实非要逼我适应，我会做的比所有人更好。直到这一刻，唐雨才明白，这个时代没有讲信修睦，没有以和为贵，只有胜负，只有尊卑，只有主仆。想要在这个乱世活下去，就要一步一步走到最高。这家伙怎么突然换了个人一样？这藏宝图我暂时还不能给你，至于原因我就不再赘述了。希儿，你得教我武功，我现在还是太弱了，必须从武力练起，这样遇到坏人我还有自保之力。你糊涂了吧？我是你娘啊，我无缘无故对你好，况且你又没给我藏宝图，我凭什么教你？凭我猜你身上带着重大的任务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来健康城多久了？8年。果然，你们魔教在不闲山之巅，而不闲山距离这健康城有数千里。这藏宝图的消息可是上个月刚放出去的，而你早就到了健康城，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。哦，你还真的变聪明了耶！可那又怎么样？就算你猜到了，也帮不了我说。你不是还说我变聪明了吗？这说出来对你有没什么损失？万一我能帮上忙呢？要是我真能帮上忙，你就教我武功，怎么样？要是我真能帮上忙，你就教我武功，怎么样？哼，我都做不到的事，你能做的？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今晚的谢鱼不就被我踩在脚下了吗？谢奇也对我青睐有加。这俗话说得好，3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啊。好，那姐姐就告诉你，我来到这健康城是为了到剑出寺偷一部佛经，它来自天竺。据传言记载，这佛经中藏有了极其高深的佛家武学，我师父对它非常感兴趣。如果你能帮我偷到它，我就可以教你武功，尽心尽力，绝不耍心机的那种。还可以给你一个比那谢颠子香1000倍、10000倍、无数倍的吻哦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很想要。你现在故作正经，可你啊，还是那么好色。你看人真准，男人不色，何来男人本色？成交。那你想不想再来点更刺激的？
只向你帮了一个小忙。我现在你不对劲儿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四夫头上一把刀，你肯定没决好评，我无福消受。强哥，只是一个问题的答案而已。你先问，我先听听。这谢秋桐啊，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他曾经消失了2年，我只是想知道他那2年到底去了哪儿啊？他那2年到底去了哪儿啊？你都说了那是谢秋桐的秘密啊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强哥，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况且这样还能让你更深入的了解谢秋桐。那我要现在立刻马上兑现。我还没开始呢，你就结束了？我困了。叫什么叫？大早上的吓我一跳！你对老娘做了什么？什么？我对你做了什么？啊！裤子一提就不认人了是吧？是我干的？不是，你是鬼啊！啊！昨天晚上你白眼一翻，跟个鬼似的，嗷就扑上来了。不是大姐，你到底会不会采阴补阳的武功啊？你这么敏感，一碰就变身，恐怕练不了那种武功。你放你娘的五花玲珑露圈屁！得了便宜还卖乖！老娘今天非要阉了你！我抓你！抓你吧！抓你吧！我去！唐宇，老夫来了，有屁快放！我会来个真气势！臭流氓都被他给看光了，丢死人了！绿毛，不是那个，唐伯来啦！唐宇，只要你跪下道歉，老夫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。行啊，只要你跪下道歉，我也勉为其难的原谅你。你们夫妻2个把老夫诓骗过来，就是为了再羞辱一番吗？好啦，唐伯，来坐。其实这次找你来吧，的确是为了向你道歉，只不过我向来出手大方，像那种什么下跪道歉不痛不痒的，我唐宇不屑为之。哼，大方！你现在的吃穿用度都是我们谢家的，大方个屁呀！那我要是有理学说，准确的来说是修身齐家里的全套学说，不知道唐伯感不感兴趣呀？理学说给我，认真的，只要唐伯认真，我就认真。昨晚的宴会啊，只有谢家人和你的学生，只要他们保密，这理学说是谁的，不就是谁的吗？这关起门来，如果说这理学说是您的，也不是不行啊。你还是个老艺术家，学川剧变脸的。
织女靴。我靠！你这个声音，装货！哎呀，那些都是装给外人看的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这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我虽然脾气差了一点，可是我是真把秋桐当侄女啊。再说了，你骂也骂了，我这气也受了，对不对？你呀，不了解唐伯的不易呀。这都快进棺材的人了，没有一点成就，这没有脸下去见列祖列宗，不是？所以你就选择投靠了司马素，来帮你提升那些成就。又或者说，这司马素给了你些别的，比如金银啊、宅子呀，等等等等。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尊老爱幼，得看唐伯想要什么。是想要这理的学说呢，还是那虚无缥缈的承诺以及外戚的身份呢？唉，这外戚不如高官，真正有志向的不会被这一层关系所约束，而且靠人终究不如靠自己。若是我真能在学术上有一番建树，成为一代大儒，名垂青史，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。这外戚又能算什么？你唐伯虎在外人看来是个大人，可比起那些真正的大家，我就是个微末之人，求一点名望，有错吗？果然，古代读书人名声大于一切。错。果然，古代读书人名声大于一切。错。如果连唐伯这样的大家都是小人物，那我只能用渺小来形容。那我这瘦弱的小身板以及小肩膀，怎么能承担下这理学呢？只有像您这样的大家，桃李满天下，深耕儒学数十载，才能担得起这样的名，经得住这样的望。嘿嘿嘿，你也不简单。九八，你是不是要让我拒绝司马树，站在你这边，好保护秋桐啊？唐伯，是你把谢秋桐想得太简单。你觉得谢秋桐需要我们保护吗？你究竟想要点什么？2件事。第一，我想让你帮我给司马素带话，告诉他我入谢家只是为了活着，并不想卷入这场漩涡，甚至我能让他更早的登上皇位，成为千古一帝。你要做司马素的幕僚？历史上司马素是东晋唯一有为的君主，我辅佐他，也算是能给这个天下做点什么。哎，这不想当元帅的士兵，他不是好士兵啊！这人要往上走啊！不难，最迟明天我就会让你收到他亲笔的回复。这第2件事。好，那姐姐就告诉你，我来到这健康城是为了到建初寺偷一部佛经。这第2件事嘛，我想请唐伯找一个合适的地点，再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到时候通知京都所有的名门学子去办一场合适的集会，那里就是你理学问世的地方，也是你名震天下的时刻。太学宫就在太学宫。哎呦，太学宫不行，这太学宫虽好，但是那里门槛太高，有太多的儒生进不去啊，声势不够浩大。建初寺那里才是消息传播的好地方啊！建初寺好是好，
哎，就是那帮秃驴很难搞，给点香火钱啦。再告诉我岳父大人，这家族里即将诞生一位真正的大儒，可没有理由拒绝的。就这么定了，7月15见初四。庞岩借你只狗想做我的幕僚，寻求上升之位。以他的身份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，谢宇，你哪有那么好的心做这种善事啊？说吧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小人一心只为殿下呀。不过庞瑜提出了一个儒学里的理说，前无古人，且颇有道理。他愿意把这个名让出来，只求让小人跟殿下签个信。庞瑜在名义上现在也是你谢家人了，他给不给你名那是你们的事，我就不多加干涉了。毕竟多一个属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他现在的身份这么特殊，留在身边总是有用的地方。殿下英明仁爱，起来吧。庞瑜能借你之口牵线搭桥，说明他也是个聪明人。推荐个聪明人给我，你也是有用的。最近应该有机会了吧？你的理学说需要造势，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诞生。殿下费心了，小人定于7月15在建初寺召开集会。好，建初寺我相信你会做好的，到时候我也会安排一些人给你撑撑场面。殿下，小人就是甘道徒弟，也难报殿下如此大的恩德呀。行了行了啊，把这个给他带过去，就当见面礼，安他的心。如履如莲，司马肃这逼什么意思？点我呢，让我小心谨慎，还是说他在告诫自己？霞儿，霞儿，过几天呢，我要去建初寺，你要是想要经文的话，就化妆成贵女，然后混进去。这建初寺可不是谁都能进去的。反正我话带到了，信我呢你就去做，不信我也没什么办法。你家癫子来了啊？哎，你是来履行赌约的吗？下午的时候，谢宇找到父亲，说要在建初寺召开集会，时间定在7月15。看来你已经说服了他，站到我们这一边。然后呢？你能想到用礼收买他，说明你的确有让我刮目相看的能力。我会护你们唐家周全。所以呢？可不可以不亲？其实不亲呢也可以，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如实回答。你又要耍什么来？要不然你还是亲了吧。这可是你说的。等一下，你问吧。切，那我问了啊，你消失的那2年去哪儿了？是喜儿让你问的吧？你能不能别这么聪明啊？你这样搞得我很累的。他承诺你什么了？他承诺，总不能说是为了香吻吧？他承诺，教我功夫。这个秘密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但他教你功夫更重要，因为你现在实在太弱了，随便一个杀手都能要了你的命。但有他教你，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获得自保的能力。他这么厉害？她可是极乐宫的圣女，北域佛母唯一的弟子，武林年轻一辈中最强者之一，也只有她能甘愿让我泄露秘密，也要教你武功。你告诉他吧，那两年我在墨水峡谷之底。墨水，那不就是大渡河吗？
谢秋桐跑那么远去四川干嘛？见初四的集会，你让他伺机混进去，到时候你得跟我在一起。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？那不是，我没那么丑陋。我想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啊？那是假象，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比如呢？比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伙同谢瑜一起出卖我，进而投诚司马素。我要是出卖你，我就是绿毛龟。投诚他也是出卖我，因为我和他只能活一个，而你也只能选一个。这怎么玩？这癫子心思太重。那我肯定选你啊，他又不能让我……我累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一起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前提是你得是个太监。晚安。投诚司马素，这要是让谢秋桐知道了，会逼死我呀！比起谢秋桐，我更想念是……猜猜我是谁呀？我也猜不到呀，我得摸摸看你是谁呀。就你这警惕性，早就死个10次8次的了。我那是在发呆呢，我正想你呢，你就想我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小自恋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这天底下哪个男人不喜欢我这么漂亮的女人呢？你呀，也就那样，60分，中等偏上，在 KTV 也就是800。中等偏上？姓唐的，我最讨厌别人不承认我的美貌，你倒好，竟然还敢贬低我！我知道这是什么秘密。强哥，强哥，你呀，就是这全天底下最帅、最棒的男人了。告诉我，谢秋桐这2年到底去哪儿了？强哥，你要是玩这个，我可就不困了啊！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吗？哎呀，我一看到这些，突然就想不起来了。你看我的腰细不细？细啊！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谢秋桐到底去了哪儿吗？就拿这个考验干部是吧？墨水峡谷，墨水峡谷，老娘想了那么多地方，没想到他会去那里。死嘴说快了，死嘴说快了，你就不怕我是骗你的？骗我？那个地方你编都编不了，这知道墨水峡谷的人呢，少得可怜。不对啊，你仅仅在1、2天就能问到谢秋桐他去了哪？说，你们到底在密谋什么？没有啊，是我告诉他你愿意教我武功，他权衡了之后就答应告诉我了。他会有那么好心？他会对你那么好？切，显得他很有格局一样，搞得好像谁没有格局似的。来，我教你武功，说吧，你想学什么呀？当然是学那种采阴补阳，把女人当成炉鼎，打桩就能变强的功夫。采阴补阳好啊，采阴补阳好啊，我不会。不会，他说他干啥呀？不过我可以教你大成度魔功。那个武功可是我师父精心钻研了10多年的绝世武功。这大成度魔功名字就很屌，我多久能学会？这个嘛，要看你的天赋，反正我是学了10来年。来，我先用内力
帮你一金伐髓。来就来，怎么来？你坐在这里，我先给你灌输内力。那这个刺激不刺激？必须刺激啊！唐宇，藏宝图到底在哪？不知道。唐宇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藏宝图？这一切都是你编的。是，藏宝图是我爹编的，傻子，嘻嘻。你疯了你！你不想要藏宝图了？我说过，你最好别骗我，不然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死！我杀了我你就别进剑出寺了。进不了剑出寺，你就拿不到经文，拿不到经文，你师傅那儿怎么办？我倒要看看，是我这条剑面更重要，还是你师傅的得失更重要？你威胁我，我此生最恨别人威胁我。你是孤儿对不对？你父母离世的很早对不对？是你师傅把你拉扯长大，教你武功，一把屎一把尿，把你带到了今天。你师傅想要梵文，想要经书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你师傅的吗？王八蛋！老娘今天就撕烂你这张利嘴！你果然自私自利啊！为了自己的脾气，不管你师傅的得失，你就是这么对他的。你可真厉害，到了这种境地，竟然还找自己活命的借口。今天你必死无疑！认识梵文，我认识梵文，只有我才能看出你拿到的经文对还是不对。真认识梵文？认识。说，这个梵文念什么？不，我不，也不。你还真认识？认识。不。好，你帮我找到经文，并且翻译出真正的内容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我欠你的呀！啊！我刚挨完你打，我还得帮你办事，还讲不讲道理了？你在跟我讲道理，真可笑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之所以倒霉，那是因为你有罪。我有罪？你当然有罪。这天下弱就是最大的罪，就该死。不信你可以去北边看看那些百姓，他们生下来就有罪。所以你父母也是因为有罪才死的？至少那些凶手是这么认为的。好了，我继续给你灌输内力，你坐下吧。谢谢。这一行法髓这么厉害啊！我感觉我现在充满了能量，我感觉我一只手就能打死一头牛。当然厉害了，这可是老娘10年的功力。好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先去睡了。嘿嘿嘿，傻子，骗你的。其实我会个屁的梵文啊！不，这喜儿是极乐宫的生母，她的仇家肯定很多。这事儿我得问谢秋桐，让他帮我。喜儿知道藏宝图的真相了，果然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，所以我用剑出寺经文的事儿稳住了他。他哪有这么好骗？好骗！我告诉他，我认识梵文。不过，他想拿到经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喜儿拿到唐家藏宝图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
剑出寺集会有很多高手，正等着他去。谢秋桐，你利用我知道了喜儿的行动时间和行动方式，并把这个消息散播了出去，卖给了那些武林人士一个天大的人情。喜儿或许会就此殒命，其他人可能也会有所伤亡，而你什么都不用干，坐享其成，你是最大的赢家。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问题，从利益层面出发，往往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。看来用不了多久，你能成为我最大的帮手。这谢秋桐就是个冰块，我该怎么融化它？算了，还是先关心自己的利益。那我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喜儿吗？你对学武功有兴趣，那不如用这个消息作为条件，让他拿大成度魔功来换。那你就不怕他知道之后不会去剑出寺了？消息已经散播出去了，他去不去与我无关。这谢秋桐就是个白无常，喜儿是个红无常，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正常啊！我身边这都是什么人啊？算了，还是先想想自己吧，保命要紧。我还是想想利用这个消息，在喜儿那儿能换个什么好价钱。玩着呢。我呢得到了一个情报，是关于你的，你想不想听听啊？不想听，肯定又是那个谢癫子透露给你的。那要是我说这个消息是关于剑出寺的，你想不想听呀？这个倒是可以听啊。你知道的，我在外面仇家很多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，你帮我解决掉他们，合理吧？合理。我就知道你有条件。说吧，如果你这消息真有用的话，我愿意和你做这笔交易。那我可说了啊，这武林之人在剑出寺外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们要杀你。这消息的确是谢秋桐告诉我的，但我也不知道这消息的真假。这个谢癫子也太无耻了吧！这个谢癫子也太无耻了吧！出卖我的消息卖给正道，再把正道埋伏我的消息透露给我，两头赚。但我是傻子。唐雨，你说我对你好不好呀？一定要如实回答哦。就那样吧也。那我帮你解决掉外边的仇家，可以吗？谢了啊。你说你骗也骗了，亲也亲了，那你是不是欠我的呀？我就知道你这个红无常没那么好心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很简单的，只需要你帮我取得真经。取经？阿弥陀佛，女施主不可不可。你功夫那么高，你自己都取不了，我拿什么取啊？我武功是高，可是没用啊！这好多人看着我的行踪呢，可你不一样，谁会在意你的行踪啊？只要我帮你引开那藏经阁的守卫，你就可以顺利进去偷取真经了。那藏经阁这么大，里边的经书那么多，我哪知道是哪本？就算是我进去了，那万一经书不在那儿呢？那本经书啊，很特别，两页金箔，这常年摆放在金佛坐像之前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它就在那儿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万一我就是那个意外呢？算了啊，算了。唐雨啊，你说我对你这是哄也哄了，亲也亲了，摸也摸了。你要是还不愿意帮我的话，那我就杀了你算了。
这还是做得到的。算了算了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不就是经文吗？我帮你取。当然，我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我呀，就是想教你这个朋友。你呀，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无耻。我呀，其实还更无耻。想听吗？好，你说我听听看。你说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我们是不是该深入的交流一下功夫了？那老娘现在就把你贬成太监。小样，还治不了你。姑爷，小姐说让您去梨花边换衣服，要打扮一下呢。小姐还说别忘了您的丫鬟。知道了。喜儿上钟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唐雨，我美吗？那你那个就是谢秋桐，真是仙女一般啊！健康第一美女，你以为跟你闹吗？可惜啊，虽然长得漂亮，但心如蛇蝎呀。哎，他旁边的那个是不是最近新娶的那个唐雨？这小子可有福了呀！福个屁！你别看他衣冠楚楚的，指不定下面已经被割了喂狗了。死太监一个！一群瓜娃子，老子死！进去之后不许乱走，待在我的视线之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今天你有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就是得到王辉的喜欢。王辉？王辉？这名字挺好听的。谁呀？王管的女儿，所有人都喜欢她，而她喜欢奇闻异事和感人的故事。如果你能让她爱上你，我可以试着让你得到她。哪种得到？是那种一得就得到的得到吗？我可以通过她去撬动一部分王家的资源，而你可以通过她真正走到上流社会来，并且你还得到了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美人，这不好吗？挺好的。不是，你下次能不能先问问我的感受？这2天家里的卧底、间谍、刺客全部都停止了行动，丝毫都没有要针对你的意思。这足以证明你向司马素传达了某些意志，你背叛了我。这足以证明你向司马素传达了某些意志，你背叛了我。哎，我可没背叛你啊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让我该怎么做啊？我陪你一起疯啊！如果失败了，我陪你一起死；要是成功了，我成为你的替死鬼。我的确可以当鬼，但我只能当风流鬼。唐宇，我只说2句话，你听好了。第一，今天不许乱跑，不许去帮喜儿，这不是你能参与的事情，这会给你带来危险。第二，拿下王辉，这是你唯一活命的办法，否则你只能死。你的造化来了。我的意思并非如此。诸位，正所谓格物致知，
就是找到蕴藏在万事万物当中的理。这台词跟我一模一样，也算是深得我的真传了。这谢瑜还真是个好演员，跟我一样，还找了那么多对手戏演员，针对自己的学生，然后自己再替学生出头，把理学的理论提出来，震惊四座，然后顺理成章成为一代大儒。这人呐，就成了圣。这些一看就是你的杰作，你现在还有成就感吧？洒水啦！什么都不是他的，他却成了真正的大儒，真是可笑。你想要，我也可以给你啊。53刻，准时到藏经阁盗取经文。如若不成，你可以准备好棺材。你可以准备好棺材。刚刚谢秋桐说今天是我的大劫，过不去就没活路。雪儿又这么说，今天这日子是不是沾点什么说法呀？我们都只是无足轻重之人，你心中的苦我懂。你的智慧被窃取了，成了这场闹剧的边缘人物和受害者，可又有谁会在意？这不是谢府家宴那天儒生之一吗？今天他被设计成其他人攻击的对象，谢瑜正是站出来为他出头，他也是个演员。宴会当晚你也在，所以你当了这样的丑角，一定获得了不少回报吧？是给了我金钱，给了我住所，可这些是我想要的吗？我想要的是远大前程，是功成名就。我就欣赏你这种人，同为天涯沦落人，余兄可愿同我畅饮一番？堂兄，相逢恨晚啊！我专程带了坛好酒，咱们可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谁派你来的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堂兄，这是何意？误会，我只是想找你喝酒。刚刚还没演够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当演员那会儿，你还是个孩子呢。演员？何为演员？还演？我都喊卡了，还给我演是不？你倒还挺敏锐，不过你大概也忽略了一点。你以为我真的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？还要玩动作戏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先把手抽出来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谢瑜派你来的？他怕那件事情会败露，所以让你来杀我。谢瑜，他还不配。看在你是个将死之人的份上，我不妨告诉你，是太子殿下。太子司马肃？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向他投诚了。哪怕你已投诚，太子殿下也会白衣。你是受到谢秋桐的指使，在这种难分敌我的情况下，让你消失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明白你们的思维方式，所以你会觉得我跟你来这里真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吗？出来吧！出来吧！朋友，朋友啊，朋友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炸我？受死吧！救命！受死吧！朋友啊，朋友，不到最后时刻体现不出来你的价值是吧？你这不也没事吗？秋桐担心你的安危，叫我今日来保护你。果然是谢秋桐。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你会不会实话实说？会，但我未必会回答你。是不是谢秋桐让你来的？而且他跟你说，只要我不喊救命，你就不会出现。他的原话是：你不叫救命，我就不出手。谢秋桐啊，谢秋桐，回去我再收拾你。果然，谢秋桐啊，谢秋桐，什么都被你算到，你还真了不起。话说回来，
这次司马素的刺杀意味着我和他再也无法缓和矛盾，我只能去找更大的靠山了。王辉，我来了。看那个，哎呦我，哈，你就是唐宇啊！啊，哎呦，果然是一表很人才，是你谢店子能看的人啊！听说你14岁就去青楼了？错，12岁。哎呀，你发育挺早啊！你羡慕啊？王少，王管的第5个儿子。这王管够能生的呀！啊，此乃佛学境地啊，我们在此讨论佛学，参与一下呀。俺不懂佛，俺不懂。不懂。你是谢家的上门女婿，你不懂佛？你是真不懂啊？还是没看得上我们？不屑以后我们一起讨论呢？五哥，你别为难人家了。有道理，他们家就是一开赌场的呀，这本身就没什么文化呀。谢天子啊，你们老谢家长辈都挺有出息的，怎么到了小一代就如此不堪呢？啊，你要知道，兴家族就得先兴家教。你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庶出的嫡女，本身呢就传承不了你们老谢家白纸一般的道德文化，你再加上那个上门女婿，你们老谢家，真完了。哎，交给我，别冲动，看我的。哎，你这屋子说什么呢？说你虚，说你阴虚，说你阳虚，说你肾虚，现在看来耳朵还虚。你放屁！你12岁逛青楼，咱俩谁虚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有什么话说明白，不然老谢家都保不了你。听好了，我家秋桐乃是谢家庶出，却仍然能够留在谢家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谢家重人情讲道德，而你却说谢家无德，你是不是满嘴喷粪？你还喷粪？我老婆谢秋桐，她一路走来容易吗？她作为庶出，母亲早早病逝，她一路走到今天，实属不易。而你在此咄咄逼人，当众诽谤、调侃、污蔑、指责于她，你是不是没有道德？是不是道德败坏？你想死多了你们说呢？你们都是有学识的人，也看到了这个虚货当众诽谤我妻子，我老婆，我唐宇说的哪一句话不是实话？哪一句是污蔑她？这唐公子说的对呀，黄公子胡说八道，他怎么还有脸跟我们在这儿讨论学问呢？就是，我说去虚，我看这个虚货根本就是看不上女人。诸位，这谁说女子不能有才，不能有德，不能有自己的价值？我看诸位当中，王辉姑娘就是典型的博学多才、多艺的代表啊！他竟然莫名其妙的夸我，这是干嘛呀？我之前跟他都不认识的。别愣着了，配合我演场戏，我要拿下王辉。可以，但别太过火。王辉只是单纯，他不是傻子。追女孩这事儿我比你擅长，好好配合我。娘子，这俗话说得好，人心有相，在于面相，也在于手相。要是我说，我可以通过观察你的手就能看透你的心，你信吗？郎君可以通过手相就看穿妾身的心吗？好假，当然了。来，相公为你看看，这人的手掌之上有3条清晰的纹路，分别代表着智慧线、感情线，还有命运线。你的掌纹很深，这说明啊，你是一个坚定的人，不容易被他人所动摇。再看看你的感情线，很短很浅，还有分叉，这说明说明你在感情之中是一个谨慎的人。看点别的，再看你的命运线。继续说呀。
我也很好奇，我这命运线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命运？坎坷命短，充满波折。还有呢？正文复杂，缺乏少戏，很少有人关心。哎呀，演戏呢？好了，你该消失了。走。其实这人还有一种线叫事业线，你要想看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唐公子，我想看看事业线。今天看不了事业线，我给你看点别的吧。啊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这个手相好啊！啊，你看你的感情线，以后啊，你至少能生8个，3个女儿，5个儿子，而且你的如意郎君5天之后就会出现在你家门口。谢谢唐公子。来，下一个还有谁要看啊？唐公子，麻烦你帮我也看一看，谢谢你。终于等到你了。王姑娘，你的手相很好，掌纹清晰，尤其是这智慧线，清晰且悠长，说明啊，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。可是我的爹爹和娘亲，他们都说我笨，我的哥哥和姐姐也说我不聪明。这聪明的人啊，往往不一定看着聪明，而是他能一眼就看透事物的本质，这才是大智慧。来，让我们再看看你的感情线。啊，你是不是很心软，很善良，很爱哭？对那些不是自己身上发生的事，也很容易感同身受啊。对，唐公子，你算得很准。放心吧，总的来说呀，你的命运非常好，虽然有坎坷，但是谁的人生又会一帆风顺呢？唐公子，谢谢你，我很开心，我会很幸福的。对了，王姑娘，我刚刚听你5哥说你们是来送佛的，你也对佛感兴趣啊？我其实没有读过很多书，我老是偷懒，但多少还是懂一点的。哦，那你是如何看待10年修得同床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这句话的？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其实啊，那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，讲述了蛇妖与一个书生的故事。1刻钟之后，我在那边等你，慢慢跟你讲啊，就当做是我给你看手相的回报吧。那好吧。看你这样子，进展不错嘛。那是，我是谁呀？哎，我约了王辉在那边聊天，你让那个穿蓝衣服的保护我，我怕还有司马苏的杀手在。人家是圣心宫的大弟子，叫冷灵瑶。啊，行，爱什么瑶什么瑶，你就跟他说啊，当我大喊胖妞的时候，就让他出现在我面前。他是为喜儿而来的，应该没有时间保护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附近已经没有司马苏的刺客了。啊，走了。你不会吃醋吧？唐公子啊，这没什么外人，你也不用那么客气，你就管我叫唐大哥就行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叫我来是说关于那句话的故事吗？是啊，来坐，咱们边吃边说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啊？来，这些呢都是为你准备的，来吃吧。好。母亲说了，你今天是大场面，有很多人在，让我保持端庄的形象，不要老是吃东西，要不然我何必要忍啊？来，敞开了吃啊！你一边吃我边说，你一边吃我边说。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天府西外数百里有一座仙山，名为青城山。
而山下住着一个修炼千年的蛇妖，名为白素贞。那是一个端午佳节，在西湖之上，美景三月天内，春雨如酒，柳如烟内。如愿千里来相会。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去了。可在断桥之上，即使他们忘却了彼此，也依然相爱。即使失去了所有记忆，再次相遇，许仙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白素贞。这个该死的法海，他为什么那么坏？他为什么要拆散他们呀？故事的最后，白素贞被镇压在了雷峰塔之下，而许仙也在金山寺出了家。他为她撑伞，他为她扫塔，他为她撑伞，他为她扫塔，直到数百年以后，雷峰塔轰然倒下。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了，这也太人心痛了。是啊，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的故事结束了，但在我们心里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因为他们2人相互守护了对方数十年，所以在下辈子能换来好几次他们同船共渡。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次，因为只需要一次，许仙就又会爱上白素贞，他们又会在一起，是不是唐大哥？是啊，我的故事讲完了，你喜欢这个故事吗？喜欢，就是太伤心。不好意思，我都掉眼泪了。那就对了。那你想不想知道这个故事的佛记出自哪里啊？出自于哪里呀？我好像没读过。唐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就在这剑出寺的藏经阁之中。我呀，早就想去结缘了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？就我们2个吗？对呀，这书上说不定还有白素贞跟许仙下一世的相遇呢。我愿意，我很想看到他们的下一世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可是剑出寺的藏经阁好像不让外人进啊。你要想去的话，我就能带你进去。想是想的，但是……走，带你去。好壮观的宝殿呢。是啊，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。那2页真经乃是佛家圣物，容不得你们泄露。大师，我想用2首佛记换取1睹真经的机会。佛记？施主认为你比老衲更懂佛吗？佛没有懂与不懂，佛无相，心诚向善，人人皆可成佛。阿弥陀佛，老衲怀碑见过施主。晚辈见过怀碑大师，晚辈是怀着赤诚而来，要不请大师先听佛记，再做定夺。这第1首名为无相记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须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以菩提明镜比喻身心本性，时时拂拭，保持心性纯正光明。好，这就好了。难道不好？还请大师听一听第2首。这第2首名为菩提记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阿弥陀佛，谢过施主。这便是那2页真经。我看不懂哎，唐大哥，你能看得懂吗？这上面写的是许仙和白素贞的下一世吗？其实我也看不懂。哎，大师，您
看得懂梵文吗？阿弥陀佛，老衲佛学造诣不够，看不懂全貌，也需要继续修炼呐。看不懂全貌，那应该是能看懂一些。大师，这第一句写的是什么呀？观自在菩萨。果然，还只有2页金箔，那基本上就是观音心经了。那这第2页呢？老衲惭愧，只认得这舍利子受想行识几个字。确定了，就是观音心经。多谢大师，能见到这真经已经是荣幸之至，不虚此行了。若之后有为难之处，老衲愿帮助施主渡过难关。多谢怀悲大师，那晚辈就告辞了。唐大哥，许仙和白素贞的第2世，你看懂了吗？我当然看懂了，等下次见面我再给你讲。好，谢谢唐大哥给我讲故事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有趣的故事。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回雅集了，不然你5哥该着急了。走。哎呀，妹妹，这王八蛋没欺负你吧？哎呀，5哥，你好好说话嘛！唐大哥怎么能欺负我呢？唐大哥，你都叫了他大哥了，他就是个赘婿，身份地位，你怎么能管他叫大哥呀？哎呀，5哥，你好好说话嘛！这身份的高低只是个人境遇的不同，这并不能代表唐大哥品德和才华。他有什么品德和才华呀？你左翼他大哥，你右翼他大哥，他给你供了什么迷魂汤啊？你怎么这么想让他说话啊？哎，怎么能这么大声跟女孩子讲话？没关系的，不要因为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就跟你哥去吵架，不值得。哎呦我！哎呦，5哥，你出口成脏，你无辜骂唐大哥，我要回去告诉母亲，我要让母亲罚你。你要告诉母亲？你个狗东西啊！你家到底是开赌场的还是卖绿茶的？给我妹妹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我今天……5哥，你不尊重唐大哥，你还要动手打唐大哥！我要回去告诉爹，你惹是生非。你要告诉爹爹，我是你的哥哥，他真是个票哥，他就是贪图你的身体，贪恋你的美貌，他……哎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。我对王姑娘那是由衷的欣赏和赞许，看来还是我想多了。我这种身份还是不配跟王家的明珠做朋友。哎呀，5哥，你能不能不要对唐大哥再有偏见了？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真不理你了。唐大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妹妹，哎，以后跟女孩子不可以再这么讲话了。回去好好哄哄妹妹，妹妹是个好妹妹。我操！那是我妹妹，滚！这妹妹的确是个好妹妹呀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是没什么危险了。真经拿到了吗？吓我一跳呢！我去藏经阁了，但是被一个叫怀悲的老和尚拦住去了。我说过，要是拿不到真经，我就杀了你！我已经背过了，而且我已经翻译过来了。你都被怀悲拦住了去路，真经你都没见到，你怎么能背下来？你糊弄谁呢你？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别上我，听强哥给你娓娓道来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便是那2页真经。强哥就是强，
强哥就是强，喜儿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强哥，你要是真把那真经翻译出来呀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睡这张床。嘿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可能。我要是把经文翻译出来了，你就跑了。经文可以翻译，不过强哥我还需要更强的内力。不可能，翻译经文就值这个价。其实不值，不过你说这怀碑在藏经阁内，那就值。成了，成了！谢谢啊，喜儿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你那么虚，那么累啊？我刚跟4个高手打完，又被人追了几10里，现在我把我的内力又给了你，我能不累吗？当然累。唐雨，干得不错。魔女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你奖励的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跟我同房吗？那就今晚吧。谢秋桐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。你的目标是喜儿。你表现的也不错，成功让他把内力消耗一空，自己还一剑伐死，双赢。这谢秋桐不愧是绝顶聪明，把我算进去，把喜儿算进去，甚至这样一挑拨，我就成了完美的背叛者。可老子根本就没打算背叛喜儿，她是魔女没错，她反复无常也没错，但她没有哪里对不起老子。虽然老子穿越到了这个人吃人的时代，但我唐雨从来就没想过吃人。给我的奖赏能不能换成放喜儿走？当然不行，不过你也有功劳，我可以把它赐给你，先玩玩。冷女侠，把它绑起来。对了，要绑的性感一点。都说极乐魔女倾国倾城，果然不假。唐雨，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抓紧时间。少假惺惺的，来啊，拔光我！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反正我早就该死，我10年前就该死。我是魔女，我生来就有罪，我臭名昭著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，你就能名扬天下了。说完了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我也是个被人利用的人而已。唐雨，你能不能帮我2个忙？什么忙？你说。师父带我，乳母带你，等我死了之后，你一定要把真经带到他的手上。我留了一封信，你带着信去找我师父，到时候师父看到信，他会保护你，那样你就安全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带到。第2个忙，不想死在冷凌瑶手上，我要你杀了我。我师父跟大师父斗了10多年，我要是死在了他手上，那我师父就算是败了。还有吗？说完了吗？我恨这个世界，我恨这个世界的一切。杀我！千万不要让我死在冷凌瑶的手上。你不想让我死，
不管你是魔女还是孤儿，在我眼里你就是喜儿。你从来没有伤害过我，反而一直在保护我，一直在帮我。我不想你死。唐宇，你就是个大傻瓜，别说这种可笑话了。你我两个人不就是个蝼蚁？你说这种慷慨激昂的话，显得你有点可笑。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不一直都是一个可笑又卑微的角色吗？不是吗？我总是无奈，总是被迫，总是被事情推着走。我从来没有一件自己想做的事。同一片月光，走啊走啊，走不完的长路啊。我想救你，我想救你。唐宇，你就是个傻瓜。妈妈，你死了。这可不符合你好色的风格。我想保他。你别忘了，他当初是来杀你的，你要救你的仇人。你别管，我帮你做你想做的事，你放过我想保的人。现在你可拿不出什么筹码能打动我放了。我会做这个。三公床母，不错，威力巨大，可战场破盾，可洞穿城门，是这个时代没有的战争利器。我可以放了他，待他伤好之后，需要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并且把经书撰写一份给我。你休想！我绝对不……我替他答应。你倒是挺维护他呀。坠落心海里的光，揭开伤疤，我只向你流而上。勇气回荡的响亮，是存在的胆量。别忘了，你是我谢秋桐的丈夫。我需要你去庐江郡处理一起流民祭拜山神的事件，阻止冒充山神的团伙继续蛊惑百姓，让百姓知道真相的同时，将犯罪团伙绳之以法。你就不怕我带着他跑了？你们跑不跑无所谓，但必须完成我交代的任务，否则我就将经书公布于众。想必这对北域佛母来说，一定不是好消息吧？真是奇怪，一旦出了健康城，谁都拦不住我。我想带你走，那不过就是个念头的事儿。他竟然真不怕。他可能觉得我太在乎我爹，但他根本就不了解我。就让这场个滚烫再走进山海，刀光斩尽了尘埃。要彼岸的尽头，长夜中见白。你不怕他真的跑了？放心，他会回来。唐宇，谋事已深入局，当你看到这天下真正的模样后，一定不会弃这天下于不顾的。风波激荡，逐浪文章，踏破电光远通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